今天给老铁们介绍这部2025最新美国恐怖片《心灵创伤》。警察杰克在地下室看见有3个白色的袋子，整个人感觉很不好，因为他怀疑里面就是近期失踪的孩子。他立即向总部汇报。哇塞！杰克开枪清空弹匣后，自己也受到严重的伤害，跌跌撞撞爬上楼梯。万万没想到，小迪就出现在他的身旁。他赶紧向总部汇报，终于找到一位活生生的孩子。然而不幸的是，杰克还是被恶魔拖进黑暗之中。一阵血雨腥风之后，杰克还是去领了盒饭。那么这是一起多么离奇的案子？小迪的命运如何？且听金彩彩娓娓道来。故事要从1910年的埃及西奈半岛讲起。在沙漠里，有位阿拉伯人已经步履蹒跚，怀里抱着一个神秘的铜器，实在是走不动了。于是他就把这件铜器埋入沙漠里，然后掏出一把尖刀，犹豫几秒之后，捅向自己的肚子，接着做些奇奇怪怪的动作，最后暴毙在沙漠里。时间来到2003年，在郊外是一所废弃的房子里，男孩小迪趁着没有人注意他，于是拨打了报警电话，意思是他遭受了母亲的虐待，正躲在桌子地下。妈妈是个怪物，希望警察来救他。接线的警员就让小迪继续躲藏好，警察很快就能赶到。下一秒，房间里传来女人尖锐的声音，黑暗之中冒出一双发光的人眼。小迪吓得浑身发抖，丢下电话，到处乱窜，最后找到一间空房，关上门躲起来。小迪透过门缝观察外面的情况，几秒之后，一个黑影慢慢走近，门外的女人叫做大乔，她疯狂地在找小迪。渐渐，她冲着小迪所在的房间爬过来。小迪顿时吓得手脚冰凉，几秒之后，求生的本能让他穿过客厅，大乔在后面追着，那个姿势就像是被恶魔附身。小迪又躲进了另外一间房。几分钟之后，大乔竟然带着小迪一起看电视里的动画片，两人都恢复了平静。不久，电视插播重要新闻，原来一则寻人启事，失踪的人正是小迪。他在9个月前被人绑架，这已经是洛杉矶县第4起儿童失踪案。他的亲生母亲玛丽正在镜头前大声疾呼，希望人们能够帮助他。小迪不动声色地看着，旁边的大乔得意洋洋地看着小迪。哇塞，原来绑架小迪的坏人就是这位纯烈女。突然，小迪看见大乔的眼睛全部变黑，这说明他已经被恶魔附身。当然，小迪年龄还小，他并不知道自己所处的境遇是多么危险。很快，警笛声大作，一辆警车来到。大乔让小迪躲起来，要乖乖的听话，否则等下有个怪物会吃了他。小迪吓得躲进地下室。接着，警察杰克敲开了房门。大乔对此很不满意，他表示自己一切都很好，不欢迎杰克的到来。杰克坚持要进屋看看，大乔想不同意也得同意。杰克进屋后，大乔关闭了房门，然后消失在黑暗之中。杰克发现大乔不见了，就非常的惊讶，他就大声询问 Do you have any children in the house? Ma'am. 万万没想到，整栋房间就像死一般的寂静。杰克查看了几个房间，没有看见任何的人影。杰克觉得这里不对劲，于是就向总部汇报，让他们派出增援。接着他看见一个充满血色的大浴盆，里面还有儿童的玩具。他立即用对讲机做了如实的汇报，然后掏出手枪，大声警告大乔立即举手走出来，不要轻举妄动，否则他是会开枪的。接着他发现了地下室的入口，警告大乔立即趴在地下室里不准乱动，双手要放在他能看见的地方。说完他就下去查看。当他看见地上有3个白色的袋子，整个人感觉很不好，因为他怀疑里面就是近期失踪的孩子。他立即向总部汇报，于是就发生了片头那一幕。然而不幸的是，杰克还是被恶魔拖进黑暗之中。一阵血雨腥风之后，杰克还是去领了盒饭。小迪目睹了这一切。那么小迪为什么会被大乔绑架？这个还要从1个月前讲起。无业的老卡无意中得到一个古老的铜器，没错，就是之前埋入沙漠的那件。
他联系上古董商夏洛特，他非常需要钱，希望能卖个5万美刀，因为他刚刚跟妻子离婚，取得了孩子的抚养权。然而夏洛特在研究过这件铜器之后，就警告老卡，意思是这件铜器据说是恶魔的传送门，而且那个恶魔还是个实体，让老卡不要旋转铜器的头部，否则会有恶魔跑出来附身在成人身上。恶魔喜欢把孩子当祭品，一旦恶魔被释放出来，就没有人能控制得住了。接着夏洛特表示拒绝收购这件文物，反复提醒他不要扭动铜器的头部，这可把老卡气懵逼了。放下电话，这家伙喝了一口老酒，终究还是没有忍住，竟然把铜器的头部拧开，一团白色的气体从里面飘了出来。老卡被恶魔附身了。此时老卡的2位女儿正在看电视，大女儿已经成年了，就叫大乔，她有唇裂。妹妹小乔还在上学。到了后半夜，恶魔就侮辱了大乔。过了几天，大乔发现自己怀孕，她担心会生下怪物，于是在一个大清早的时候，她收拾好随身物品，悄悄地来到祖父位于郊区的老宅子。她用一些旁门左道的方法终止了怀孕。大乔跟妹妹小乔的关系很好，经常给她打电话。她表示自己不敢回家，也不敢讲出事情的原委，让小乔不要来找她。很快被附身恶魔的老卡找到了大乔，开始威胁他。You betrayed him. Oh yes, you killed his child. You ruined yourself. 现在恶魔以小乔为筹码，逼着大乔做他的女仆。另外大乔必须带回一个男孩来做祭品，这样才能放过小乔。大乔只好照做了。他先是带回2名男孩回家，恶魔都不满意，最后大乔把小迪带回家。这次恶魔觉得可以，直到那晚他们被警察杰克发现，当然他为此献出了生命。大乔不想再为恶魔做任何事情，他告诉小迪恶魔就隐身在屋子里，让小迪小心一点，然后开枪打爆自己的头颅。恶魔终于现身，就在他要对小迪下手的时候，小迪捡起手枪对准恶魔开了一枪，他只是暂时击退了恶魔。下一秒增援的警察赶到，小迪终于能回家了，可是他的精神受到严重的伤害。然而恶魔离开老卡之后，老卡通过广播新闻了解整个事件，他承受不了，于是就通电自杀了。时间来到2023年，长大后的小乔把自己的故事写了一本小说，顿时风靡全城。著名主持人梅姨特意对小乔进行电视专访，与此同时，收看的人群当中就有长大后的小迪，他处于精神不正常的状态，而且恶魔就在他的身边转悠，并没有远去。那天正好是万圣节。采访完后，小乔回到家中，自然就有小朋友过来讨糖吃，小乔对此非常开心。Hey, you guys look great. Happy Halloween. 过了很久，门铃响，小乔一看又是孩子来讨糖吃，而且他发现那个孩子的小桶了一个糖都没有。他好奇地问孩子，难道是被别的孩子拿走了吗？这个孩子也不说话，小乔只好抓了一把糖给那个孩子，然后就关上门回到里屋。他还不放心，就回头望了一眼，那个孩子已经走了。他回到床上，很快有电话打来，那其实是恶魔打来的。他模仿了大乔的声音，这让小乔无比的恐惧，他无法入睡。其实恶魔已经出现在他的公寓里。过了一会，门铃又响了，小乔打开门一看，又是之前那个孩子。他有些生气，表示要把这件事告诉孩子的父母。 Talk to me. Okay. 这可把小乔惊到了。不过对于小迪，他还是有些愧疚，毕竟是大乔把人家弄成这样的，于是就让小迪进来坐坐。几秒之后，小迪表示有很大的威胁，小乔根本不知道当年那件事情发生的深层次的原因，所以他就听不懂。不过他早就把手枪拿在手上，以便不时之需。接下来小迪说的话，他还是听懂了。小迪的意思是他将会伤害小乔，但这是被恶魔强迫的，他自己不想这样做。这下小乔非常的紧张，双方拉扯起来。小乔亮出手枪，表示小迪再不走他就要报警。突然有恶魔的声音传来，吓得小迪竟然跑了。这可把小乔整的是七上八下的，不知所措。很快小迪被恶魔附身掉，他埋伏在小乔家门口，先是杀害了小乔的男友，接着穿上男友的衣服乱窜。到了第二天早上，没得知小乔的男友死在小乔公寓的门前，这可是大新闻，就让助理必须邀请小乔来工作室录制节目，这个收视率肯定会火爆的。不久没来到工作室，他发现里面一个人也没有，他打电话找助理，结果发现了浑身是血的助理。
助理表示他杀害了所有人，没错，那个凶手就是小迪。只见他见人就开枪，毫不手软，两人就分开躲在角落里。梅为了保命，特意往助理所在的位置丢东西。小迪听见动静就杀了助理，梅趁机跑到门口，可惜卷闸门被锁死，他出不去。小迪开着枪冲过来，把梅好好一番折磨。Fuck you. 梅赶紧打电话报警，然而小迪却拿着刀再次扑过来，眼看梅就要被割喉。小乔及时赶到，他用言语阻止小迪的行为，他答应做小迪的妈妈，就像当年大乔做小迪的妈妈那样。小迪这下精神开始恍惚，他渐渐放下了刀。We're gonna be okay. 哇塞，还是梅姨牛逼，他干掉小迪。这下恶魔无法再附身在小迪身上。梅姨恶狠狠地看着小迪，表示希望小乔明天能够接受采访。影片到此结束。我觉得吧，这是一部披着恐怖片外衣，关于全社会对儿童关爱的教育片，恐怖氛围的营造还是有点手段的。满分5星，我给打分3星半。好了，谢谢大家的捧场。